近日，一个气象气球让美国如临大敌。当地时间2月2号，美国国防部官员宣称，一个疑似中国的侦察气球已经在美国上空飞行数天。美军方确信这颗高空气球来自中国。2月3号，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消息，明确作出回应：该飞艇来自中国，属民用性质，用于气象等科研。受西风带影响且自身控制能力有限，该飞艇严重偏离预定航线。中方对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表示遗憾，中方将继续同美方保持沟通，妥善处理这次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情况。2月3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双方就如何以冷静专业态度处理偶发事件进行了沟通。王毅强调，中国是负责任国家，一贯严格遵守国际法，我们不接受任何无端的臆测和炒作。面对意外情况，双方要做的就是保持定力，及时沟通，避免误判，管控分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当地时间2月4号下午，美国军方已经在美国东部沿海的大西洋上空击落了来自中国的气象气球。多家美国电视媒体的镜头在直播中拍下了气球被击落的画面。据美联社报道，目前正在进行回收残骸的行动。一名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多架战斗机和加油机参与了这次任务，但只有一架 F-22战斗机在当天下午2时39分使用一枚 AIM-9X 超音速热跟踪的空对空导弹进行射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星期三已发布命令将气球拿下，但五角大楼建议等到可在开阔的水面上才那么做，以防平民被高空坠落到地面的碎片击中。这一气球在1月28号首次进入美国领空，然后在1月30号进入加拿大领空。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气球随后在1月31号再次进入美国领空。它越过美国陆地后，就再也没有返回开阔水域，这使得击落变得困难。而美国官员直到2月2号才公开披露这一气球在美国上空出现。2月5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奉命代表中国政府就美方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向美国驻华使馆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谢锋强调，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领空，完全是由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事实一清二楚，不容歪曲抹黑。但美方置若罔闻，执意对即将离开美领空的民用飞艇滥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严重违反国际法精神和国际惯例。美方所作所为严重冲击损害巴厘岛会晤以来双方稳定中美关系的努力和进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表示，我们对美方这一做法表示严正抗议，保留使用必要手段处置类似情况的权利。美方的行为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委内瑞拉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其水域上空击落中国无人飞艇的决定是不负责任的采用武力。委内瑞拉政府谴责美国对中国制造无人驾驶民用飞行器的攻击。这个飞行器显示技术故障，对地面上的人没有构成任何军事或人身威胁。美国在此诉诸武力，而不是以应有的严肃性和责任感对待这一问题。伊朗德黑兰时报发表文章指，事实非常清楚，中国一贯严格遵守国际法，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但美国主流媒体一直在对该事件进行滚动报道，试图在美国公众中煽动对华恐慌情绪。而在此之前的几天，美军已经就该不该打掉这个尺寸有3辆公共汽车那么大的气球进行了多轮探讨。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就行动，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当时给出的理由是，他并未构成重大情报收集风险。也就是说，美政客以及媒体炒作这是侦察气球，连美国军方都不认可。美军方出动 F-22战斗机追踪该气球，有美国网友拍摄到了 F-22在气球附近进行空中加油的画面。美军用 F-22进行追踪拦截，是因为 F-22是当下美军最先进的一款第5代战斗机，特别是这个战斗机的机动性非常的优秀，它的2台 F-119发动机推力极为强悍，可以赋予战斗机很高的推重比，而且可以让 F-22在发动机不打开加力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长时间的超音速巡航。这个性能是世界上其他的战斗机都做不到的，因此面对
这个高度大概3万多米的这个气球，实际上美军的其他老式战斗机，比如说 F-15、F-16、FA-18，可能完成相关的爬升，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困难，用 F-22就比较合适。即使这样，那么 F-22在不断爬升高度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也要消耗大量的燃油并且随着高度不断的升高，可能发动机的推力也会有所下降。因此，美军派了空中加油机伴随 F-22执行任务，给它在空中补充燃油，可以让它持续的进行爬升，避免燃油的过度消耗。美国 CNN 知名评论员扎卡里亚就此评论道：“美国侵犯中国领空的事情屡见不鲜，美国不必拿气球说事，更没必要夸大中国气球的技术含量。侦察大可通过卫星取得，何必多此一举？”对于前总统特朗普在第一时间发帖称应打掉气球，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峰指出，这几天通过美国上下的运作，由中国气球引申的中国威胁论渗透到千家万户，美政客利用这颗气球的目的已经达到。作为一个民用的空间和气候的探测设施，受不可影响的这个因素的影响，最后飘到美国上空。中国方面已经向美国做了多次非常严正明确的说明，美国对于中国这一立场应该予以最起码的尊重。但是现在美国国内政治却是一方面是大肆炒作所谓中国的间谍气球这个侵犯美国领空，另外一方面也是以此来这个进一步的烘托我们说热炒爆炒所谓中国威胁论。所以像麦卡锡这样的政客更是利用这个气球事件，不惜进一步推升美国国内的这种仇华反华恐华的这个情绪。那对于今天的中美关系来说，不仅是完全与事实不符，而且也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利益需要再进一步的绑架挟持美中关系的这样一个基本特点。其实说到所谓间谍气球，还是美方自己使用的最多。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方曾经使用间谍气球展开对苏联核试验的侦察，这一行为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还没有停止。甚至有对苏联侦察的美国间谍气球最后飘到中国境内，最后被中方战机击落。在1974年美国还有一枚这样的间谍气球侵入到中国，结果被解放军的歼6战斗机在河北上方把它击落据说最后残骸也找到了，而且残骸还放到了军事博物馆进行展览。也就是说，美国在那个技术不发达的年代，他自己倒频频用这样的手段，但是放在今天这个臆测中国用相关的手段对他搜集地面的情报，这个是没有可能性的。如今这种间谍气球基本被侦察卫星和无人机代替。目前美军和其他各国军队还在使用的高空军用侦察气球，外形都类似飞艇，方便搭载各类侦察设备。而美国网友此次拍摄到的高空气球，外形更接近球形，下方安装的类似普通太阳能电池板，看起来并不具备控制方向的能力，更像是在平流层高空漂流的高空探空气球。相关领域专家指出，就算这个气球是长航程超压气球，因为轨迹不可控制，也完全没能力做对地的军事侦察。这一点其实美方心知肚明，因为军事侦察需要能控制航向，而即便是已经拥有世界领先超压气球技术的美国，目前也无法做到。有观察认为，美方此次如临大敌的表现背后，也显露出对于中国军事科技实力不断增长的担忧。高空漂浮的气球它的能力严格说包括它的制造的难度都是有限的，特别是对一些科技大国来说制造这样的一些高空气球难度不是很高比制造这种复杂的大型飞机包括那样一些航天器这个太空站，包括这个什么卫星，难度要低得多得多这个比它高的技术高得多的这样的一些像航天技术，中国现在都在大力发展，包括载人航天、空间站这个登月包括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这个无人车登陆火星的国家。实际上这样的技术是远超这种高空气球的，美国也心知肚明所以他对此炒作，就像前面说的，正是因为长期的整个社会的气氛包括军方，包括整个媒体对中国带有一些敌意所以在这种渲染之下
所以让整个社会对这个事件高度的关注。相信这个事件会很快的平息，中国方面也已经做出了相关的澄清。事实上，近段时间以来，美方频繁以各种中国间谍报道来渲染中国威胁。近日，俄罗斯网站不久前曾报道，美国华盛顿一家名为“观察、定向、决定、行动”的智库，曾在一份报告编造中国间谍冰箱的说法，声称中国的电器可以通过内部使用的芯片向北京发送信息，对你进行间谍活动。事实上也是无稽之谈。显然，这与美政客用来打击华为、对付 TikTok 以及来自中国的许多其他东西的说法如出一辙。今年是2023年，明年美国要进入新的民主共和党的总统大选，所以麦卡锡现在其实在美国众议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通过对拜登政府和民主党势力的进一步挑战和打压，为明年美国共和党能够在全国总统大竞选的时候能够占据上风来做各方面的这个准备。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现在美国共和党在美国众议院和民主党的这个立法问题上的政治的博弈在进一步的深化，在进一步的加剧。但是当美国国内政治越是分裂，内斗越是激烈的时候，美国共和党的极右翼的这个保守势力就是要不断的烘托抬升所谓中国威胁，然后以此不断来进一步加大对这个民主党政府的这个攻击，同时也通过所谓炒作和夸大这个中国威胁来捞取政治资本。分析认为，结合美方近来一连串动作来看，美国一些势力不愿看到中美关系出现缓和空间，因此不断编造谎言，持续为中美关系添堵。而释放各种负面消息对中方施压，也是美国讨价还价时惯用的伎俩。有学者指出，美国这样的谈判策略是愚蠢的。如果持续操控舆论抹黑中国，那么中美之间的交流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效。欢迎收看《决胜制高点》，我是黄辽。中国一艘用于气象等科研民用性质的飞艇是严重偏离预定的航线，误入了美国。那美国共和党大肆炒作，拜登政府也在压力之下做出了回应。那请教一下夏先生，您觉得美国这样一种反应有没有过度？美方，现在这种反应呢，可以说它是分为几个部分。首先呢，是美国媒体的这个大肆炒作，美国媒体希望以此吸引眼球，而且呢，这个第二呢，就是他这个共和党也是借这个机会大肆炒作要给这个拜登的民主党政府以这个更大的压力。第三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国会特别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也在向拜登施加这个巨大的压力。第四个呢，甚至像这个前总统特朗普这样子的也跳出来这个发出一些这个可以说是有些狂言吧。应该讲呢，这些都是相当过分的。但这个做法呢是美国刻意而为之的。那么正因为这样呢，我们王毅呢明确的强调，就是美方应该对于这个类似的这种意外的事件呢，应该以一种客观的、冷静的一种态度来对待，而且呢，应该及时的和中国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刘先生，您觉得这个小小的气球会加深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敌意吗？这个事情呢，肯定会对这个共和党右翼有一定的这个刺激，也就是说，这个某种程度上会这个强化这种右翼反华派对华那种强硬立场。美国的对华鹰派和共和党的右翼呢，它是利用这个气球这个意外事件呢，操纵媒体来在这个对这个中国威胁论来这个更加来加重丑化中国的这个色彩。因为说实话，这个美国老百姓呢也是容易被美国这些媒体忽悠的。所以就是美国民众中间他这个可能这个对华的这个负面看法上升呢，也是可以这个就是预计的。但是呢，这个从长期来看，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发展呢，事实的这个
逐渐的这个侵袭，他的有些这个谎言，有些谬论呢，会这个不攻自破的。拜登将发表1年1度的国情咨文讲话，那他的重点还是谈所谓的中俄挑战。那现在布林肯暂时不来中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拜登再去谈中俄挑战，那意味会不会更加不同呢？苏先生，去年10月份的时候，美国发表了他的战略安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里边呢明确的把中国定位为是首要的这个对手，而且呢要把俄罗斯呢定位为直接的威胁，所以中俄两国呢在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里边呢明确的把定位为是对于美国的直接的挑战。所以我想现在已经快半年过去了，那么美国呢应该对于怎么样的处理中美关系、中俄关系，它需要做一个回顾，做这个审视。同时呢，今年下一步美国怎么样子来应对来自于所谓的俄罗斯的直接威胁和中国的挑战。那么现在实际上中美关系呢，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尽管我们有了这个拜登和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见面啊，应该说见面相对来说总体的基调还是比较正面、比较积极的，但是整体大背景下和在战略层面上，中美之间结构性的对抗，在美方来看，它是定了性的。因此，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尽管中美之间有了一些相对稳定的一些态势，但整体的来看，无论是刚才所谈到的政治、经济、安全，包括科技，包括社会，实际上还是全面对中国进行施压、进行打压。所以呢，现在来看呢，美方也可能对这种美国对华的打压的行动呢，要进行一些评估。近期有关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被曝计划春季去台湾的讨论甚嚣尘上。那不过麦卡锡最新表示，目前没有去台湾的安排。那为什么麦卡锡会急于否认？他这样一个否认的可信度有多高？苏先生，目前来看呢，他是否到台湾访问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但是在我的分析来看呢，可能一旦真是时机成熟、有条件的话，他可能还真是想去的。不过这是为什么麦卡锡他没有做出这个肯定的这种明确的表态呢？我想可能跟目前台海之间的这个高度紧张的状态，也包括跟之前因为民主党的这个议长去访问了以后，而导致了中国实际上我们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台湾进行所谓的锁岛的军事演习。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民主党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反而是让我们中方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来展示我们中国保障国家安全、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强有力的军事实力。一旦真是麦卡锡要去的话，我们可能会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有效的措施，来宣示我们的主权和我们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从这个两党这个内斗，或者说从谋取选举利益上讲，麦卡锡应当是大概率会去。但是为什么现在又表示了这种模糊的态度呢？说他的日程仍然未定，但是日程未定不等于不去，而且美国政客向来是这个翻脸比翻书还快，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呢是他的一个策略，很可能与拜登政府对华外交做一个双簧表演，还是有可能的。不久前，一名美国空军将领是预测美中最快会在2025年就会因台湾而爆发军事冲突。不过，美国国防部随即说，这不代表拜登政府的观点，这听起来像是双簧。对，我们知道西方有个说法啊，叫做战争的事务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交给将军来处理啊。但是现在你看，美方的将军，这个空军的这个机动部队的司令，他居然对台海问题、对于中美的战争问题大发狂言，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一种言行、一种态度。他可能高调的炒作中美之间的军事安全的对抗，以这种方式可能更多的获得这种军事上的军费的拨款啊，有他自身的利益诉求。同时呢，对于美国政府来看呢，一定程度上可能有着唱双簧的这种味道啊。那么让军方释放一些信息，高调的挑动中美关系，甚至释放一些气球，看中国的态度怎么样。那么以此呢，美国的白宫或者背后在进行操纵。他这些高级将领也是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美国军工复合体来说呢，他是最希望这个台海地区紧张。它可以更多的向台湾这个出售武器啊，向这个地区周边的国家这个出售美制的武器对他们来讲这个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今年美国的国防费是吧，军费已经是这个8650亿美元了，是
这个奥巴马政府时期已经是多出了2000多亿美元了，但是呢，美军它实际上呢，它各个军种之间争夺这个军费也是很厉害的哈，到时候也吵起来也很厉害，所以呢都要渲染这种形式，渲染这个他们这个各个军种这个存在这个多购买武器装备的这个需要，这种打牌是有风险的，因为美国现在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实力上升的时候，美国的这个自信心或者什么东西都受到一些影响和波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像美国国内呢，现在有一种可以说是某种程度呢反华的那种狂热和狂躁。就这种情况下，就说实际上他应当考虑你这个打过头了，这个牌就不存在了，因为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我们这个习主席在这个巴厘岛与这个拜登这个会晤的时候强调的非常明确，它是我们核心利益的核心，红线中的红线，对吧？在这种强调，说白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以这种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以非和平手段维护主权这个统一完整的这种决心是不可低估的。挑动台海两岸的这个高度的紧张对抗，对台湾自身也造成很大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那无论是一些外资也从台湾撤走，甚至包括他要把台积电转移到这个美国去以这种方式，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会让台湾自身的高科技的能力也会受到削弱。那么再加上台湾自身岛内由于高调的中美之间这个紧张的对抗，导致台湾岛内的民众也感觉到很大的这么一种不安全感。实际上，他现在对台湾岛内对于这个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的这种支持率的明显的降低，那么这表现了民众的这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的这种心态的一种体现。所以，对于台湾自身的社会稳定，也不见得是好事。我们没有必要因为美国的炒作，我们就跟着起舞我们要有我们自个的战略定力和我们自个的战略的步骤来解决台湾问题。据多家媒体透露，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切断美国供应商与中国华为公司之间的所有联系，其中包括 5G 级别以下的产品，涉及4G 产品、WiFi 6和 WiFi 7、人工智能以及高性能计算和云计算等产品。同时，这一禁令很可能会扩大到由美国主导的其他国家产业链企业。据多名熟悉美国出口许可证申请的人士透露，虽然相关讨论还没有正式成为规定，美国企业目前仍在向美国商务部申请对华为出口产品，但美国现在对华为的供应确实在收紧。近期部分申请的批准遭到拖延，各方仍在等待进一步更为明确的消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孙太一就对深圳卫视分析道，美媒放风不乏试探中方的意图，后续不能排除拜登政府全面断供华为的可能性。我觉得这其实就是秘密保守不住，提前流了出来当然流出来的同时呢，它也可以顺便试探一下中方有什么反应，业界是否会有特别大的反弹。那我觉得美国很可能会在接下来全面切断与华为的这个任何的联系。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底线、无理打压中国企业。这种做法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有损国际社会对美国营商环境的信心，是赤裸裸的科技霸权。而更加需要警惕的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还提出2023年版本的《中国贸易关系法案》，要求废除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即撤销中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恢复到2001年以前的状态。华盛顿精英圈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了，那就是自中国加入 WTO 以来，中国并没有朝着美国想要的模式去发展，反倒呢因为实力迅速的增长而要挑战美国的霸权了。那如果取消呢，国会每年它有权利对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进行审查，并且呢决定下一年是否继续这个正常贸易关系。也就是说呢，每年它能够多一次可以用在中国身上的筹码。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在国际法上，美国这么操作会遇到挑战，因为不给世贸组织成员最惠国待遇，理论上是美国退出世贸组织，而不是美国将中国排除所以呢，美国当前只是因为主动卡着世贸组织这个仲裁委员会的脖子，不让足够的法官通过核准它才敢
去考虑相关的行动。有分析认为，在美国频频鼓噪对华打压的今天，法案一旦通过，效果将是灾难性的。西方政客升级对华贸易战将易如反掌。虽然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在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上作妖，但与前几年相比，美国当前的政治氛围将使得这项法案更加有可能在本届国会通过。就算不通过，共和党也会拿这件事作为指责民主党对中国态度软弱的趁手的工具，导致拜登政府或将采取更多对华强硬但不致命的打压行动。我觉得现在中美关系其实越来越不取决于双方的互动了，而基本呢都由各自的内政来决定。尤其是拜登的外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党派斗争和民调民意的状况。而又因为拜登对其内政把控当前他并不非常自信这使得中美关系才刚刚出现筑底的迹象呢，又被捅了窟窿。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1月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在过去5年里，我们从一场贸易战变成了一场科技战，又变成一场新的冷战，一场不断升级的冲突，这将继续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令我惊讶的是，拜登领导下的情况比特朗普领导下的情况更加糟糕。拜登政府他显然比特朗普时期要打得更有章法了不再拘泥于贸易逆差。他的核心思路呢，就是让中国2选1，或者按照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来运行，或者呢被美国和他的盟友共同打压，而没有办法继续快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拜登呢，他其实是很愿意去倾听他的这个团队的声音的，而他的团队的声音其实代表了普遍的华盛顿精英层的现在的情况所以呢才会出现对中国更系统的、更强硬的这样的打压了。不过，尽管美国国内脱钩言论铺天盖地，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仍显露无遗。2022年，中美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约7600亿美元。所有迹象都表明，尽管拜登大力推进购买美国货和通胀削减法案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中美贸易仍在增加，而且这还是在前总统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的背景下。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日前就在媒体上撰文表示，美国对华政策没有奏效。其实近期关于美国高科技巨头苹果公司的供应链困局就证明了这一情况。英国《金融时报》驻旧金山记者帕特里克·麦基就指出，以美国现在国内的政治环境和倾向来看，苹果面临着来自投资者和美国政界人士的巨大压力。他们要求苹果与中国脱钩，并加速实施供应链多元化政策。这种略显割裂的状态，仿佛让苹果走到了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那中美的贸易科技战是持续白热化，特别是现在双方不信任感加剧。那么从美国的视角来看，中美是不是会一定陷入这个新冷战的这样一个态势？我们可以说，中美之间发生这个像冷战时期那种以核军备竞赛为核心的这种大规模战略竞争的对抗竞争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呢可能性不大。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他自认为，特别是他战略界，自认为在上一轮在这个冷战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他是个他是胜利的一方。我们有一个词叫路径依赖，所以对待新的即将面临的他发动的对华战略界的竞争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要向前边那个寻求一些方法。所以我们拿在科技领域上，他试图搞这个脱钩断链，对这种中国的这种领头的这种科技企业进行这种往死里打这种做法来讲，那套用美国人常用的话来说，他的这个叫的也像鸭子，走路也像鸭子，你说他不是鸭子吗？所以呢，美国口头上表态不寻求对华发动冷战，但是呢，我们要看美国人到底在做什么。苏先生，您曾经在我们节目中也说过面对这个美国的两副面孔，我们应该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但是呢，咱们中国很多老百姓特别在网上，咱们的网民朋友其实对美国是有一些情绪的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个战略定力？我们的20大已经设定了我们的国家发展的目标，我们下一个100年的奋斗的目标。从中国的崛起，中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完整的这个战略这个设计和体系。
就是在处理台湾问题，在处理中美关系，包括处理南海问题，我们都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战略需求，我们自己的战略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我们自己的未来战略的规划，包括视频我们的战略目标来综合协调来处理。所以不要因为对方一刺激，我们就改变我们的行为啊。我注意到最近啊，美国的最新一期杂志外交季刊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啊，这文章就说到，说现在美国啊就不断的在通过战略诱导刺激中国，那么让中国做出反应，从而符合美国的战略的需求和战略的这个陷阱啊，把中国陷入到美国的战略陷阱里面去。那么在这点上，当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有充分的战略定力和我们的战略的思维来认识清楚这个问题的。当然，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啊，因为他们不完全了解具体的一些情况，而且呢，老百姓呢总是有自己的一些容易有一些情绪的表达，也是爱国主义的一些情绪，那么宣泄出来，对老百姓来看是非常解气的。但是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呢，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之上，还得需要有更好的理性、更好的逻辑的思维来处理。那实际上，在去年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之后，外界曾经对于中美关系的改善是有期待的，这个窗口期这个词也是频繁出现。但是现在中美还是摩擦不断，严峻性也不容忽视。那请教一下苏先生，您觉得今年中美关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变化、新态势？我个人倒是感觉到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这种窗口期。尽管现在中美之间确实很多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呢各种方面都在对抗。美国方面高调的来压制我们国家，使得我们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反制的措施。但是我想，中美两国都认识到，实际上这两个世界级的大国一旦发生碰撞，那么造成了影响，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和付出的代价，不单是两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整个国际社会也造成非常大的破坏。所以我想，只要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有效的管控的话，中美关系维持一个阶段性的稳定，应该说还是有可能的，还是必要的。再一个就是在地区啊，这个全球性问题上，这个双方也有一些这个合作的需求。从美国自身来讲，美国国内的这个未来一年的这个经济形势也不是太好，已经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它的展望呢已经这个降到2%以下。所以呢，美国如果它从它自己的这个发展纯粹从经济角度考虑，也应当有这个与中国进行这种宏观经济领域进行协调的这种需求。所以呢，我这个比较谨慎的这个乐观的这个判断，就是说这种窗口期呢，双方强化接触，进行这种分歧与竞争管控的这种窗口期呢，应当还没有完全消